你我本就陌路，就此划清界限，互不干扰，各负使命，才是正途。若是我不愿意呢？娘，黎洛，黎洛，娘，我该怎么办？发生什么事了，黎洛？吃黎洛没用，你为我吃了这么多苦。圣地联姻本是我们最后的希望，但现在凤家庄突然出现了一个女子，她还和龙长子有了情谊。我不知道何年何月才能救你出去。黎洛，我的乖女儿，娘为你做的一切都是值得的。只要龙王令还在，圣帝也验明了你5经圣女的血脉，绝不会让龙长子迎娶他人的。可是，城主刚喝了你的血，他的病又复发了，他又逼着我来找你取药，我不舍啊，娘，但我真的没有办法。看来，凤脂楼的药当真有用。凤脂楼如今不但慧根显现，还医术高超，只怕是会成为我的心腹大患。这说到底，城主您能维持如此青春，全托圣女血脉之福。只是，月娘的血脉之力，终究是传给了她那个女儿身上。没想到，当年竟然被凤清风这只雀着了眼。非也，月娘这些时日以来愈发虚弱，圣女血脉逐渐失效。城主您多次饮血无效，想必也是这个原因。若是借血脉，让黎洛通过龙符验身，为什么不干脆用凤脂楼的血？是啊，千年麋鹿血可控制人的身体，骗凤脂楼饮下千年麋鹿血，将它牢牢地控制在手里。城主还有什么不能如愿？收下，这就去准备。母亲，那凤脂楼当真是月娘的血脉？
是我大意了。那楚墨商对我冷淡得很，还差点跟那个小贱妇在凤家庄成亲了。若是让圣帝少主知道他才是月娘的孩子，那我要怎么才能成为罗后？慌什么？你看他今天的模样，也是刚知道自己身边的圣帝龙长子，更别提他迟早会知道月娘的事情。你现在最重要的，就是通过五经圣女的验血仪式。可我终究不是五经圣女血脉。我的女儿怎么会比月娘的女儿差？无论是五经城主之位，还是未来龙后之位，只能是我们母女的。你就是五经圣女血脉，绝无半点虚假。我想一个人静静。芷龙，给我点时间，我会处理好一切的。姐姐，我找了你好久，那个疯癫城主又派人来寻你了，说喝了你的药，感觉身体好了很多，要寻你入殿继续给他解忧。你等我一下。我陪你去。以什么身份？姐姐，你要小心啊！城主呢？小鱼，凤芷龙，这条小鱼现在在我手里，我劝你最好还是乖乖听话。你们到底想让我做什么？这是什么？不过是些麋鹿之血，有大补功效，赏给你，你就喝吧。你有讨价还价的资格。可以把小鱼放了吧？找到龙王令，长街和圣地需要你。娘，找到龙王令，长街和圣地需要你。力量竟如此强大！没错，抓住他，控制住他，现在就取血，别让他跑了。有了他的血，我就有救了。发生了什么？燕儿，把凤芷楼交给我。母亲，我已窥得天机。什么天机？没有时间耽搁。你们不可逆天而为，不可伤害芷楼分毫。住口！凤芷楼会毁掉你妹妹。
毁掉你，甚至毁掉我半圣纪。城主，母亲，母亲，城主，母亲，林洛，你是不是又给母亲服来路不明的驻颜药？来路不明。李艳，你真可笑！为了一个村姑，竟然与我们为敌。既然你那么想知道真相，那我就告诉你好了。我的哥哥，你的眼睛根本就不是你自己的。既然你不想要，那就还给我和母亲好了。我绝对不能让任何人阻止我，亲哥哥也不行。既然你的眼睛不能为我所用，那就继续当个瞎子好了。怎么回事？这就是五经圣女的修养，凶狠无比，对无辜之人和亲近之人都能下手。不是的，少主，不是这样的。方芷老，我跟你没完！少主不好了，城外西郊发现魔气入侵。芷龙，你先以无大碍，我必须离开镇压魔气。等我回来。姐姐，你醒了。魂宝，我这是怎么了？坏城主给你喂了什么麋鹿血？里面有血咒可以控制你。幸亏少主及时把你救了回来，说你是战神体质，并无大碍。姐姐，怎么伤的？少主他本来守了你一天，但刚刚又带着飞渊和白鹿匆匆出去了，说五京城外又起了灾害，有好几处魔气聚集，四处都是魔气，那他岂不是很危险？姐姐，姐姐，你不能下床。少主说了，照顾你就是我的任务，否则他回来会教训我的，要把我变成一条小泥鳅。姐姐，求求你了，我最讨厌泥鳅了。好吧。是你吗，小雨？果然是你，也只有你才会日复一日的为我送药敷衍。以后倒也不必如此麻烦，我已经什么都看不见了。你哭什么？
小鱼，我自幼双目失明，3岁才见光明之日，拥有窥探天机的能力。如今只不过是回到原点，没什么好难过的。哟，现在倒是显得你人淡如菊了。你以为你的能力是谁带给你的？自己瞎了眼，就忘记瞎眼之前病重的母亲了？黎洛，龙长子对你的态度还不够明显吗？我已经看见，身穿5经圣女战衣的是凤之龙。你还看见过我龙后大婚呢。如果可以，我真希望自己一直是个瞎子。那你继续待在这里当个瞎子好了，我还要去救母亲。楚小鱼，跟我走。我要他留下来为我医治眼睛。你还真以为你的眼睛能够医好啊？一个瞎子，一个哑巴，绝配。凤儿小姐，少城主和楚小鱼已经离开，我可以和你聊一聊吗？你说，我们隐藏少主的真实身份确有不妥，可现在少主受伤，您能放下私人恩怨，帮他治疗一下吗？你的伤口现在怎么样了？感觉怎么样？无碍。那你早点休息。芷龙，我有话想和你说。还有什么好说的？我被魔人打伤以后，想起儿时第一次握起冰锋剑，却不小心被剑锋所伤。那时候父王并没有怜爱我，他告诉我，身为龙长子，守护圣地是我与生俱来的责任。若有一天圣地崩塌，魔族入侵，就算是献出生命，也毫不犹豫。而想要成为龙帝，就必须遵从龙王令，与5经圣女成婚。以前我只觉得是一种命令，虽然有所怀疑，却也不知如何反抗。你为所有人考虑，唯独没有想过自己。上天眷顾，让我在性命攸关的时候遇到了你。芷楼，我心悦于你，我想携手一生的人只有你。我和黎洛没有感情，如果贸然成婚，对你、对我，甚至对他都不公平。可是我会完成父王交给我的任务，参加5经圣女的验身仪式。但在仪式结束后，我会禀告圣地，解除和黎洛的联姻。我知道你在顾虑什么，但你不觉得把守护天下苍生的重任寄托于一桩联姻很可笑吗？就算没有这桩联姻，我依然是龙族。自我手拿冰锋剑之时，守护圣地便是我一生要做的事。可是这样只会让你的路变得更难走。世人只会看结果，从不看你这一路走来到底有多艰险。他们只会骂你，为了一个人族的女子而背弃使命。你也会遭人辱骂，
甚至比我更多。我凤芷楼从小就是在唾沫星子里长大的，我怕什么？那如果有一天魔族来犯，你愿意和我一起抵抗魔族吗？在认识你之前，这本来就是我的梦想。如果我连心爱之人都无法守护，我又怎么去守护天下苍生？那李月长着一张与年龄不相符的脸，如今疾病缠身，声音更是如同100岁老妇一般。不仅如此，他的皮肤、躯干都像枯木一样，过于苍老。这种情况，我这次在斩魔的过程中，也在魔族身上发现。魔气入侵人族，会使人迅速魔化，若不及时吸食人血，便会形容枯槁，生不如死。这也是为什么会有人族村庄被魔族屠戮的原因。你的意思是，他根本不是服用什么延年益寿的补药，而是人血？因为他吸食的人血与他体内的血液无法交融，所以产生的毒性。难道李烨专门豢养了一个他的血罐子，供他吸食人血，保持青春？啊，这也太恐怖了吧！饮血者可继承血液功效，但常年饮血会引来反噬，会导致血毒之症，最终暴毙而亡。那老不死的就在附近，给我搜！小鱼儿，爷爷肯定走不了了，不，乖乖的藏在这儿，等外面不要爷爷没有动静了，你再出来。爷爷留给你的医书药方，要牢牢的记在心里，字字不差。这是爷爷留给你最后的生计了。爷爷别走，我们一起走。小鱼儿，将来的日子会很苦，但是你要记住，你是医者，不仅能治好别人的病，也能治好自己。给我继续搜！不要，快，爷爷，快！爷爷。一个黄毛丫头来给我治疗头疾。母亲，这是那老不死的游医留下的徒弟，原本是要一起杀掉的，可这小东西竟然是个孤女，还精通药理，我想用起来应该比那个老头强。你可会识字写字？只识得死药局药房里的字，但不会写，因为他们不让我开药房。失了声，便无法多嘴。小雨，你别害怕，以后有姐姐在，没有人再敢欺负你。还好你偷偷学会了写字，把这些事情记录了下来，否则的话，别人伤害你的事，就永远不会有人知道。这无京城主和他身边的鬼头陀真是心狠手辣。
此事我必须要禀告圣帝。先不要轻举妄动，找到证据再说。不是，我不是因为在乎你的仪式、婚约什么的，我只是不想打草惊蛇，不想连累那个给李月供血的可怜人。姐姐，你回来了。混宝，姐姐，你为什么不立马让少主将长生殿那群可恶的坏人给一锅端了？你还在生他的气啊？当然不是。马上就要进行五经圣女的验身大典了，无论李月做了多少伤天害理的事情，可是圣女是为了保护圣地和长界而存在的，我不想让楚墨生为此为难。说来说去，你还是在为少主着想。那些该死的坏人就应该被毒蛇给咬死！呸呸呸，我们蛇才恶心咬他。我早晚会将血毒之事公诸于众，还受害之人一个公道。姐姐，为了支持你，我送给你个宝贝。什么？此乃圣祖我脱下的百年蛇皮幻化而成。别嫌弃啊，他会帮你大忙的。姐姐，你看我这斗篷神奇吧？有了它，咱们准能混进去。哇，混宝，你这也太厉害了吧！姐姐，我们怎么样才能找到给城主供血之人啊？验身大典马上就要举行，李月虽喝了我新熬制的汤药，身体有所好转，可若想恢复容颜，他必定再次隐血。此等密事，他定会交给他最信赖的女儿黎洛来操办。我们守株待兔便是。等着。黎洛，是黎洛吗？娘，是我。你娘，多日未见，他们没有把你怎么样吧？没有，马上就是五经圣女的验身大典了，城主不敢拿我怎么样。等我验明了身份，就可以带你出去了。太好了，黎洛，都是娘不好。这么多年，让你跟我在五京城受苦了，马上你就好了。娘，你辛苦了。黎洛，娘，那我就先走了。礼乐恭迎圣地龙子。
五经圣女验身大典现在开始。看来，五经黎洛郡主确实是五经圣女的血脉。圣地龙子，长老，验身仪式已经完成。我们五经城黎洛郡主正是五经圣女血脉。那既然如此，我们即刻返回圣地，着手筹备我兄长和黎洛郡主的婚礼。小女与少主的婚事，还要劳烦圣地多多操持。城主怎么和我娘长得一样？慢着，在返回圣地之前，我要解决我心中的一个疑惑。此事事关圣地与长界的安危。五经城主李月，为何这般年岁，还有少女容貌？各位不觉得奇怪吗？之前不觉得，现在这么一说，这肯定有问题啊！是啊。少主你是知道的，因为我是五经圣女的血脉，且常年服用延年益寿的补药。补药还是禁术？哥哥，今日是你的大好日子，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？今日只是五经圣女的验身仪式，何来我的大好日子？弟弟，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？少主，拥有五经圣女血脉，加上日复一日的午休提升，即便是人族，其寿命也比常人多出数倍。几十年岁，拥有青春容貌也是正常。若不是因为你常年食用人血，又用禁术保持青春，染上了血毒，为何会在毒发时，如垂垂老妇，还浑身躁痛难耐呢？圣地少主，那些流言蜚语切勿相信。我现在身体康健，站在你面前，且黎洛已经被验证为五经圣女血脉。我堂堂五经城主，为何要吸食人血？其实我今日来到战神殿，不只是为了验证五经圣女的身份，更重要的是，告知五经，我要取消与黎洛的婚约。哥哥，今日当着这么多人的面，你选择与五经取消婚约，放弃迎娶五经圣女，以及你的龙帝之位。迎娶五经圣女，从来都只是圣帝的决定。你可别忘了龙王令，只有迎娶五经圣女的龙子，才能成为真正的龙帝。我再说一遍，是否迎娶五经圣女，跟我是否具备成为龙帝的资格，能否拯救圣地与天下苍生无关。楚墨沙，你擅作主张，想要毁掉圣地与五经联姻，你打算如何给我们和龙帝一个交代？此事，我自会回圣地亲自向父王交代，你们就别瞎操心。好，哥哥，这可是你说的，到时候就不要怪我不讲情面了。
什么？我已经通过五经圣女血脉的验证了，为什么龙子都走了？龙长子为什么放弃与我的联姻？你们倒是给我一个说法呀！长老，这就是你们圣地对我们五经的诚意吗？言而无信，把我们如此戏耍。事发突然，你们等候圣地的消息就是。长老，即便是为了圣地，为了长界的未来，我想你们应该也不会违背龙王令的预言吧？我们自然不会违背龙王令。哼！圣地长老，城主，城主受到刺激晕厥了，速速送回长生殿。孽畜，你竟然将圣地和长界生死于不顾！给我跪下！父王，儿臣所说句句属实。那五经城主李月，18年来怪病越发严重，身边照顾之人和医者频繁死于非命。最近身的医女还是个哑巴。我让你到长界取回印记，验证五经圣女的血脉，不是让你搅和到人族的勾心斗角那些事里面。如果人族的家长里短都需要我们来管的话，那上天赋予我们龙族的力量又是为什么？父王，此事事关龙王令。龙王令与李月生的病有什么关系？与你抗婚又有什么关系？那五经城主李月，并非五经圣女的血脉，因此才会染上血毒之症这样的怪病。如此说来，黎洛也并非五经圣女。可可，黎洛郡主是不是五经圣女？我们当日所有人可都是见证了的。你现在来否认她的身份，编出这么奇怪的理由，不仅仅只是为了拒婚吧？还是说你是为了你的心上人凤芷楼？我只是做出了我认为正确的决定。那黎洛郡主德行有亏，凶狠残暴，根本无法担得起五经圣女的头衔。我们龙族绝不能娶这样的女子为龙后。看来哥哥是既想要凤芷楼，也想要龙帝之位。那是不是还要说真正的五经圣女是凤芷楼啊？你不用在一边煽风点火。无论凤芷楼是谁，也不管谁是五经圣女，我心里向往的只有凤芷楼。那今日的五经圣女验身大典，岂不是成了一个笑话？上，迎娶黎洛，继承龙帝之位。和凤芷楼这个人族，你只能选其中一个。父王，如果继承龙帝之位是以迎娶黎洛为代价，我愿意放弃龙帝之位。我对你寄予厚望，你要肩负的是整个龙族和天下苍生的生死存亡。父王，你有没有想过，五经圣女到底代表什么？难道上古时期的五经圣女也只是嫁给我们龙族的一个工具？难道仅靠一桩联姻就可以召唤龙王令，修复圣地结界，拯救天下苍生吗？我不在乎五经圣女是谁，我只在乎圣地结界。现在黎洛的血脉已经得到验证，她就是五经圣女，只要她能完成龙帝的预言就够了。我再问你一遍，你确定要为了一个普通的人族女子放弃龙帝之位吗？父王，龙帝之位从来都不是我想要的，不负苍生，不负卿才是。哥哥，你虽然让凤芷楼得到了圣地印记和火凤玉佩，但你也不能为了他无视龙王令啊！将我们圣地和长界置于危险当中。少主，你连火凤玉佩也留给凤芷楼了。是，火凤玉佩是龙子送给妻子的信物啊。火凤玉佩是我的东西，我愿意给谁就给谁。而且，凤芷楼她不是普通女子，她是我所认定的妻子。父王息怒，哥哥在长界就是这般，当众拒婚，抛弃圣女，丝毫不给五经城颜面。他现在竟敢忤逆于我！我想哥哥今日这般作为，定是被凤芷楼救命之恩蒙蔽了心智，
眼下当务之急是要安抚武京城，将龙族和武京圣女的联姻继续。武京城的事先交给你了，不要让我失望。是。为了嫁去龙族，我受了这么多苦，可换来了什么？换来了他的当众羞辱。郡主，一切尚未定数。虽然龙长子一时冲动，但只要有龙帝在，这场为了天下苍生的联姻就必须履行。可你没发现龙长子已经在怀疑母亲的血毒之症了吗？可今日你已经在众人面前证明了自己武京圣女的血脉，接下来我们只要尽快促成婚事，大局已定，谁又能反悔？看来我还是太心慈手软了，就应该在凤纸楼进武京城之前杀了他。凤纸楼杀不得，如今月娘武京圣女的力量少得可怜，凤纸楼还是你的备用血罐。杀不得，杀不得，就让他这么骑在我的头上吗？等我当上了龙后，立刻把他炼成干尸，以泄我心头之恨。立刻通知楚小玉，备好补血神药，陪我去地牢。那对恶婆娘也太可恨了！要我说，姐姐你武修都这么厉害了，直接闯进去把娘给救出来不就好了？不可以，就算我靠着武修打进戒备森严的地牢，但是想要带着我娘一起离开，难上加难。我娘她现在没有武修，又神志不清，很容易会被误伤。我绝不能再冒一丝风险。那怎么办？就眼睁睁看着姐姐的娘亲被那对恶婆娘给欺负。龙族少主在战神殿当众拒饮，黎洛肯定会再去续血，想办法再去地牢。把这不要喝了，补补身子。黎洛，圣帝是不是要送给你武京圣女的战袍，迎接你到圣地了？你终于要自由了。我受够了，今天的一切全让凤纸楼给毁了。我现在是武京圣女又如何？龙长子为了凤纸楼那个贱人毁掉了跟我的婚约。怎么会？我每天跟你拜母慈子孝有什么用？黎洛，我知道你心里对我有怨恨，可我是你的娘亲，我把能给的都给你了。你闭嘴吧！我根本就不是你的女儿，我是武京城的郡主。黎洛，你怎么胡言乱语啊？你为什么要胡说？还愣着干什么？娘，我来救你了，娘。乖女儿，别担心，娘不疼。
放心，就算不嫁龙族也没关系，只要你是自由的，就可以做你想做的事情啊。娘，我是风之龙，我不是李洛，我是你的女儿，我是风之龙。风之龙，娘，你就是那个勾引龙长子的风之龙。不是，娘，我是风之龙，我才是你的女儿。李洛她不是你的女儿，你记得我吗？我是风之龙，娘，你不要说，你就是害得李洛被拒婚，害得他不肯原谅我。你现在到我这儿来干什么？李洛呢？你把我的女儿怎么了？娘，你听我说，我来自风家庄，我爹叫风清风。我从小就没有慧根，我爹告诉我，你18年前离开了风家庄，来到了武京城之后就没有了音讯。可是我有你的画像，你给我们留了画像。画像？你怎么会有我的画像？不可能，我不相信，你骗我！你走，我不相信你，你走。你走开！我真的是你的女儿，娘。来人啊！来人啊！李月，娘，我要见李月。来人啊！娘，你听我说，我要见李月，都是骗你的，娘。他当时答应过我，要把我的女儿带到武京城，娘当郡主一样养育。我一直在风家庄，娘。他不敢骗我，娘，他发过毒誓，娘，我不相信，这怎么可能？这怎么可能？你骗我，一定是你骗我。不对，不对，真不对呀，哪都不对呀！来人啊，李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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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找到我娘了，她被李月和李洛关在地牢里，暗无天日，早都已经被虐待的没有人样了。我到底怎么样才可以把她救出来？我去见她的时候，我明明跟他近在咫尺，明明我才是他的女儿，可是他就是不认得我。芷楼，我已经向圣帝说明了李月的假身份，可他已经在武京城当了18年的城主，黎洛的圣女血脉也得到了验证，圣帝很难相信我说的话。所以根本没有人在乎真正的武京圣女到底是什么样子，只要有人扮演就好。扮演？你说的对，既然都在演戏，我们也配合他们演一出。参见少城主。这里面关押的就是城主和郡主的药引。罢了，今日我要将人提走，你们速速让开。少城主，你要是把人带走，就是在要我的命啊！是我要你的命，还是郡主要你的命？我倒是不知道，这武京城是郡主一人说了算。去喊司药局的人来收尸，免得再次碍眼。可以去通知你们的主子，我将侍卫杀了。是。
你们又要干什么？我把我能给的都给你们了，我的眼睛，我的自由，我的血肉，都给你们了，能不能把我女儿还给我？月影，我是李艳，是你曾经让我看到这个世界。对不起，我并不知道我的世界是这样换来的。燕儿，你马上就能重见光明了。只要娘和妹妹在，我看不见也没关系。来，这就是为你治眼睛的人。真的吗？我可以看到他们说的一切了，真的谢谢你。孩子，如果你能看见，答应我，善待你看到的一切。你叫什么？你可以叫我月姨。月姨，我答应你，等我能看到了，一定去探望你。这是我的眼睛，我的眼睛给了一个男孩，他答应过我，他要善待看到的每一件事物。我一直努力着。月影，你相信我，李月是我的母亲，李洛是我的亲妹妹，是他们骗了你，凤芷楼才是你的女儿。你的意思是说，李洛她不是我的亲女儿，我的亲生女儿是凤家庄的凤芷楼。娘，我是凤芷楼，我真的是你的女儿。芷楼，你真的是我的女儿吗？芷楼，这些年你过得好吗？娘，对不起你。我们赶紧离开吧。你确定？确定。少城主为了带凤芷楼进地牢，亲手把侍卫给杀了。哼，那地牢就是凤芷楼最后的归宿。慢着，去干什么？哼，这就是我那哥哥杀鸡儆猴的烂把戏，真是晦气，一点眼力见都没有，非要给我看这死掉的狗东西，成天低眉顺眼的。难怪司药局要把这种差事派给你，滚！凤芷楼，这次你还想逃到哪儿？大人，我随少城主来到此处，并没有想要逃跑的意思。记住，这里是五京城。即便你有9条慧根，是武修高手又如何？你敢反抗，就累及家人。我不是不自量力的人，五京城的大人们吐一口唾沫都可以淹死人，又何况是我这种无名小卒？知道就好。即便是你劫走月娘，你还能带着一个没有武修的废物逃出五京？人呢？人呢？
纸楼，你竟敢劫走地牢要犯！来人，把他给我拿下！慢着，是谁同意你们在我面前捉人？李洛，你说说，这凤二小姐是劫走了谁？需要你们这么兴师动众的拿下？李燕，你这个吃里扒外的东西，你少给我装糊涂！即便你是五经圣女，我也是五经的少城主，你的亲哥哥，谁允许你来我这撒野？你，况且，你还不一定嫁到龙族。你居然敢打我！如果你不是我亲妹妹的话，我早就像今日这般。还有你们，拿着刀指向谁呢？我们无意冒犯少城主，只是前来捉拿凤纸楼。敢问大人，何事抓我？凤二小姐，来这地牢里干什么？这地牢可是关押重犯的地方，难不成是想劫狱？我就站在这里，又将谁劫走了？大人，我是来见一个人。哼，那真是新鲜了。什么人值得你凤二小姐央求我们少城主出面来见？我还不够让他兴师动众。龙族少主来地牢，所谓何事？我龙族做事，什么时候需要向你汇报？我才是五经圣女，我才是未来的龙后。楚墨少，你凭什么一次次这么对我？龙后，梦里的吧？让开！醉了一刹那，梦中梦见远去的他，字句斟酌心间问如今好吗？一别后12年，只剩下牵挂。你暂时在这躲一躲，等风头过了，再去找你娘。等待中崩塌。遵命。我的龙神大人，谢谢你的计划，将我娘神不知鬼不觉地救了出来。只是委屈他，要在四药区躲一阵。有混宝和小鱼照顾他，我放心。楚衣女不给我母亲问诊了吗？我记得凤纸楼似乎很喜欢你，小鱼，你本该是我身边最忠心的一条狗。脱鞋袜，我在寝殿等你。只要小鱼想做的事情，姐姐都会帮你，就像你帮我一样。楚衣女身上总是混合着四药局各种药材的香气，
让人闻起来很安心。小鱼儿，将来的日子会很苦，甚至不幸，但是你要记住，你是医者，不仅能治好别人的病，也能治好自己。你不会真以为我会原谅背叛自己的一条狗吧？一个小哑巴也妄图得到不属于自己的东西，竟敢背着我勾结凤齿楼，难怪人家说会咬人的狗不叫。怎么了？不知道为什么，从昨天晚上开始，我心里就惴惴不安的难受。小鱼被叫到了长生殿，怎么到现在还不回来？不如我们去找李燕，让楚小鱼不再负责李月的血毒之症。而且李月的病本来就药石无医。怎么，上次的教训还不够？误会了，我们怎敢动龙族的新娘，龙长子的妻子？不过郡主那是刚刚处置了身边的一条狗，还要劳烦您前往领走尸体。呀，来啦，快请进，顺便把你的狗东西带走。脏东西，碍眼。小月，小月，你快醒醒！你快醒醒！生气了？不会吧？你不会是想杀了我，给这个小哑巴报仇吧？怎么办呢？我可是五京城的郡主，是五京圣女血脉，你敢杀我吗？小月，对不起，是姐姐来晚了，是姐姐没有保护好你。在外面，我是天不怕地不怕的凤齿楼，可是，在小鱼眼里，我是个需要被小鱼照顾的大姐姐。对不起。这是怎么了？你们的五京郡主黎洛，你的好妹妹，真是心地善良。长臣身边有个不会说话、不会写字的医女，不能说出她的秘密，尽情使唤。她示威的手段，竟然是杀死楚小鱼。小鱼，小鱼在哪儿？芷楼，他说的都是真的。过来，看看你妹妹干的好事。小鱼，小鱼，这五京城内充满尔虞我诈，唯有你真心对待每一个人。可你才刚刚来到我的世界，怎么就轻飘飘的游走了？
少城主，不用在这里假惺惺了。你真的关心小玉吗？你真的心疼她吗？你在乎的只是小玉今天为什么没有去给你看眼睛吧？你走吧。恭喜郡主，方才龙子止代替圣帝传来消息，3日之后，圣帝龙长子商会准时送来5经圣女战衣，举行仪式迎您到圣地。凤纸楼不死，你让我怎么安心？让龙长子记挂着凤纸楼再娶我吗？更何况你我都知道圣女血脉之事。圣帝对祭祀大典的结果深信不疑，局势已定，现在正是斩草除根的时候。该死！这龙长子日日夜夜守在凤纸楼身边，我怎么处？璎珞，少城主，为什么要杀楚小鱼？死了一个楚小鱼，也值得你兴师动众的来问我。你到底是有多狠的心，才能将人民说得如此风轻云淡，如同草芥？你高尚，你优雅，李艳，你说我狠心，你和凤纸楼劫走月娘，不但会害死我和母亲，甚至会害死整个五京城的无辜百姓。到底谁狠心？你这是何意？你知不知道，母亲为了让你重见光明，怕你心中有愧，她承担起了所有的责任。为了让你成为人们口中的谦谦君子，成为人们口中的贤德少城主，但你回馈给我们什么？你想毁掉我的前程，想毁掉我们所做的一切。我和母亲现在这样，全都是报应。当然有代价，可这代价的背后，是这城主之位，龙后之位。我的哥哥，你们竟如此丧心病狂！嗜血的恶魔跟魔族又有何区别？就你这样，还想嫁给龙族？小玉每天看着你们的肮脏行径，却一句话都说不出来，无人能倾诉，无处能伸冤。小玉是多么痛苦！我的哥哥，你就是个被母亲编织美梦的乖小孩，永远都幻想着这个世界是公平、是美好的。你应该庆幸，你现在是在我手里。要不是看在我们是血亲，我都懒得留你一条狗命。滚！我没有你这样的妹妹。小云，听说在五京死去的孩子，魂魄会化作萤火，有他们陪着你，你应该就不会孤单了。
想小鱼了？我想起我在凤家庄，也总是会被欺负。可是我有我爹暗中保护我，有我二叔默默地支持我。可是小雨呢？死药局的医官们，李月、黎洛，还有这武京城所谓的大人们，肆意欺辱他。他早已遍体鳞伤，却还要善良地为他们治病疗伤，努力地活下去。就这样一条小鱼，却没有一方池塘可以容得下它。芷龙，这些都是让你变得更强大的力量，去找到更多楚小鱼，让他们找到你，庇护他们，让他们不再受欺负，给他们建造一方更大的池塘，而我会一直陪着你。这次聂荣芷从圣地来到武京城，宣布我要继续和黎洛联姻，我必须得回去处理这件事情。你我之间不必过多解释，我会在这里一直等你回来。在武京城保护好自己，等我回来。龙长子，你来了，你是后悔了？今晚的夜色如此之美，是不是衬得我更加漂亮了？你说，我是不是比凤家庄那个村姑好看100倍啊？堂堂武京圣女，你这衣服太素，太寡淡，像是吊丧。堂堂武京圣女，就应该大金大紫，才能配得上你的野心。你已替圣地传达完消息，还不快滚！怎么，我还不能顺路瞻仰一下武京圣女啊？我看啊，即便是为了龙帝之位，你也并不想讨我欢心。你应该知道，我们圣地龙子，并不是没有选择妻子的权利。即便我们的妻子不是武京圣女，也没人能够撼动我们的地位。你在嘲讽我？这是事实。没有了龙王令，你也不过是人族郡主罢了。但谁不想要龙帝龙后之位呢？好啊，反正我要杀了凤芷楼，你也想取代龙长子，让楚墨商不要接近凤芷楼，我就考虑你的提议。总算说了一个不错的提议。我只相信，战到最后的才是赢家，过程不重要，但我必须是龙后。请父王收回联姻武京的旨意，你也不想看到我当众拒绝迎亲吧？父王，我已经将您的旨意传达给武京城，现在只候武京圣女战袍送达。聂荣芷，我的事情不用你这么操心。
所有人都退下。父王，您强行夺回龙珠，是要取我性命吗？今日起，我将暂管你的龙珠，并设下封禁，让你静思起过，直到你头脑清醒，前去迎娶五经圣女黎洛为止。兄长，为了凤指楼放弃龙帝之位，真的值吗？你这种只懂得利用的小人，哪里知道什么值得，什么不值得？对，我不懂情，我也无需懂。我现在只知道，父王选择了我，这才是最值得的。从小到大，父王怎么偏袒你，怎么忽略你，都像活生生的生把我龙鳞一般。这种痛苦，你感同身受吗？姐姐，你怎么了？我也不知道我最近怎么了，就是总犯困，而且睡又睡不好，还总是做梦。可到底梦到什么，我醒了又记不得了。春困夏乏，秋无力，冬打盹儿，爱睡觉很正常啊。你说的很有道理。可是，一年四季都犯困的人，那是你吧？就一个字，懒。姐姐，来吃点东西吧。少主不在，我可是要替他好好照顾姐姐。哦，这个鸡腿闻着就香，姐姐来吃一个吧。姐姐，你怎么不吃啊？我好像没什么胃口。没什么胃口？要不咱们上街去玩玩？啊，走。我家少主哪受过这种苦啊！我得想办法救他。救少主，就凭你，拿什么救他？拿你勇气可嘉吗？那怎么办？没用的，这是父王设下的禁制，你们解不开。少主，你受苦了。你们来的正好，我有事情交给你们。少主，你放心啊，我就算拼了我这条老命，也一定把你救出来。去五经，找芷楼。我怕聂荣芷找他麻烦，帮我照顾好他。少主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担心凤儿小姐的安危？我就你话多。少主，您放心，飞原白鹿定不辱使命。走。白鹿，别让芷楼担心了。明白，我们会保密。少主，圣地这里就靠您自己了。姐姐，这个好看吗？好听吗？幼稚。刚刚买的那个糕点可好吃了，是吗，姐姐？那去我家里尝尝啊。好啊。小鱼，你喜欢什么尽管拿，姐姐通通都买给你。怎么哭了？果然是条小鱼，这么爱哭。你以后要多笑，小鱼笑起来最好看了。混宝笑起来也很好看啊。姐姐，我们去听书吧，去听有意思的故事，去放松放松。好，走，那。
今天咱们说的是妖兽传奇。好，讲妖兽我爱听，姐姐快听。这人和人成亲，生出来的是人。人若和妖兽成亲，有了夫妻之实，那生出来的不一定是什么了。有道理啊。话说，这妖兽蛮夷，换成人形，成了一个翩翩美少年，行走于田间。与村姑小云是一见钟情，2见倾心，3见定终身。小云回到家呀，跟他家里人说了，他要和这个易公子成亲。家人一看，哎，这翩翩美少年是彬彬有礼，谈吐不凡，于是欣然同意。2人新婚云雨之后啊，小云便有了身孕。但怀孕生出来的孩子是人还是妖兽啊？这小云怀孕，自然和人族孕妇反应不一样。怎么不一样？人族孕妇她的反应是恶心、呕吐、嗜酸。小云的小腹啊，它是一直跳动，砰砰砰砰砰砰，好像里边有什么在起舞。起舞？因为这妖兽怀胎，它是诞生、孵化。这么回事？姐姐，你怎么了？与我们大不相同。下次告诉我生下来是什么啊？哎，好。没有我们，坤宝也可以将凤儿小姐照顾得很好。有了这个妖胎，整日呢是不舒服。说的挺好的。跳啊！这没过几日，凤石楼呢？小云及家人瞧出了这个端倪。这与平日你们2个来长界做什么？那个，你说。长老，你们2个不在圣地待着，来长界做什么？我去混的好。我们来抓你们回圣地。走。哎，听见没？抓我们回圣。哎，不行啊！姐姐，姐姐，你怎么了？姐姐，你是不是又梦魇了？姐姐，你肚子……起开！姐姐，我想起来了，你这症状跟说的一模一样，你怀孕了？不许瞎说！有没有怀孕，找个医师看看便知。我自己就是医师，我看什么医师？你赶紧去睡觉。姐姐，你要是生个龙子跟婚宝作伴，我就有硬关系了，去圣地就能横着走了。你再敢瞎说，我……姐，你先睡觉，我走了啊。如今这样，我如何撑到你大婚？母亲，虽然龙长子公然推了与我的婚事，但圣地那边传来消息说，3日之后便会为我送来战袍。所以，你现在就想让我死？
母亲，我当然不会把事做得太绝。毕竟现在整个五京城，没有一个人拿得出手可以为我送嫁。想维持你的身体，抓到月娘或者凤纸楼才是最好的办法。你哥哥呢？他不愿送你出嫁？我哥，他还活着，但应该和死了没什么区别。他已经知道我们对月娘和凤纸楼所做的一切，现在对我们是恨得很。他不在我的迎亲大典上大义灭亲，我就谢天谢地了。我筹谋了这么多年，为你铺好日后在五京城的一切，没想到就这么给毁了。你真是无用啊！我愿意告诉你，是因为还把你当母亲，不是来听你教训我的。你怀孕了，娘。我那个时候怀孕啊，也是你这样。大哥凤清风太烦人，一直在问孩子父亲的事儿。长老也是絮絮叨叨的老古董，还是二哥好，天天给我开补药。娘，你想念凤家庄吗？当然啦，五京这么多地方，最喜欢的就是凤家庄。可能是因为上古的五京圣女就是出生在凤家庄的缘故吧。或许吧，又或许是昨夜梦到了大哥凤清风，他跟我说我该醒了。娘，其实我有好多话想要问你。你当初为什么会一个人来到五京城？为什么会把我一个人抛在凤家庄？我到底是谁？五京圣女到底又意味着什么？孩子的父亲怎么样？他对你好吗？他家人怎么样？好，娘，他是一个很好的人。他是一个表面上看上去凶巴巴、很冷漠的人，可其实他心底里特别的善良，特别锄强扶弱。他把我一个人人喊打的废物，帮助我成为一个真正的强者。他总是会默默守护我的尊严，任何时候都会站在我身边。傻孩子，好，听上去他真不错。他在哪儿啊？他现在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去做，但是我相信他一直挂念着我们。凤家庄，凤清风，大哥，他是真的很有远见。他当时啊，就是怕我的女儿背负太多，每天抱着小小的你，对着你念叨：“小乖乖，你要是普通人就好了，就在我们凤家庄，踏踏实实，开开心心过一辈子。”凤家庄，清风大哥，真
想他们。芷楼，你在吗？我已经尽力了，恐怕未来再想看清闲是不行的。无碍，我本该如此。少城主，圣地那边有消息吗？就算有，母亲也只会告诉黎洛那边。芷楼，今日叫你来，并非为了直言，而是为了给你这个。此书是被历代五经城主守护，可以说是我们的至宝。的珍贵，为何给我？我母亲偷走了月姨的身份，我们的一切都是偷来的。你既是月姨的亲生女儿，自然有资格看的。此书并非真正的龙王令，而是一种记载龙王令的指南。它记载了上古时期五经的祖先与龙族作战联姻的点滴。至于为何龙族要与五经圣女联姻，还有龙王令的秘密，或许可以从这里找到答案。风雨雷电，万物之主，如鱼水中游弋，似鸟天空飞翔，人一样在陆地行走。龙是万兽之兽，万能之兽，万能之神。龙帝是圣地圣主，长界五经、异界妖兽都要对龙帝俯首称臣。五经圣女生而神灵，察微知运。异界妖魔入侵长界人族，圣女身穿战袍金甲，玉带凤冠加身，手持冰封神剑，驾龙族抵御妖魔，英勇霹雳。五经圣女与龙族签订血契，是五经圣女血脉强大的原因。若龙族娶五经圣女血脉女子为妻，生下人族与龙族之子，生命力强大，会不遗余力地保护母体。怀龙寺最明显的特征是小腹肚脐之下会显现铜钱大小的红色龙纹。姐姐，这上面说龙族龙蛋要怀3年6个月呢，那这生出来的是龙还是人呢？不知道，这上面没有写。少主还不知道小宝宝的事情。混宝，此事万万不可跟任何人说。为什么？姐姐，事实证明你就是他们说的五经圣女，是黎洛抢走了你的一切。你现在又怀有龙宝宝，大家一定相信你的身份，你就可以夺回属于你的一切了。整天跟着飞渊玩，好的不学，遇到事情先蛮干，倒是学了10成10。才没有呢，只是因为黎洛他们，姐姐和少主不能每天在一起，最近总是莫名其妙的走神，我看着都着急。傻混宝，我现在日日身处险境，更不能让此事暴露，让龙子成为我的弱点，让他们肆意妄为。是我考虑的不仔细。其实，在我见到母亲的那一刻，我就已经知道自己是五经圣女。可是人们常常说，五经圣女与龙族联姻，圣地崩开的结界就可以恢复。可是为何我与楚墨商早是心意相通的夫妻，圣地的结界却依然在崩坏？这本书上记载的东西是假的？也许还有其他的含义。我们得去找少城主，商议其中内容。现在我与我娘已经相认，我们得赶紧帮我娘带出无尽城，不被黎洛和李月发现。好。
凤芷楼，你可真是让我好找。你找我做什么？凤二小姐，对我们龙族这么感兴趣，为什么不来问我？看这本破书有什么用？有什么回答能比一条真正的龙回答得更真实呢？不管怎么说，你也是我兄长的妻子，我也不见外了。送你一份见面礼，还请收下。我不要你的东西。楚梦少现在怎么样？对我们龙族来说，最高境界是成为龙帝。每个龙子从出生起，都会为这个目标不懈努力。大哥生来幸运，依仗长子优势成为龙帝继承人。不过好在，现在黎洛拥有5经圣女血脉，是成为龙帝的必要条件。而你的出现，却让大哥在凤家庄被连累淘汰，真是干得漂亮。哼，你俩虽为兄弟，却一点也不一样。他可不像你这般，自己无能，却怪罪到别人身上。凤芷楼，你就继续嘴硬吧，反正你离死也不远了。对了，我们龙族身上最不缺的就是龙鳞，你可别辜负我哥的一番心意啊！姐姐，这上面有少主的味道，这是少主的龙鳞。姐姐，姐姐，你没事吧？楚梦少出事了，我们赶紧回去。混宝，遇到危险，你知道该怎么办吗？当然保护姐姐。听姐姐的话，拿着这个去找李岩，他可以保护好你，也可以保护好我娘在5经城的安危。姐姐，那你怎么办？姐姐有可以保护好自己的能力，但是如果带上你，他们一定会拿你来要挟我。你，还有我娘，对我来说都是最重要的家人。风芷楼，姐姐，快走！真是冤家路窄，这一次，你又想逃去哪儿？让开！你吃的教训还不够多吗？没有龙长子在你身边，你算是个什么玩意儿？敢跟我大声叫嚷！我肯定不能算玩意儿，但你肯定不是个东西。今日，就是你在这5经城的死期！你竟然会吸真气！不然，你以为我是凭借什么在这5经城？装腔作势！看你还能抵抗多久！是我的孩子在保护我。你怎么会有火风之火？这世上只有战神体质才配有火风之火。谁说我不是战神体质？小鱼，你知道吗？如果迎亲大典上我告诉世人真相，
我也会身败名裂。少城主的位置本就不属于我，是我太软弱了。我应该早点制止母亲和李洛，那么你就不会死了。你很好，如果不是你这些年苦撑着武清，在城主和君主的荒淫无度下，武清怕是早已分崩离析。李烨，李烨，混宝，你怎么来了？快救救姐姐！李洛派鬼头陀要杀姐姐，快走啊！连衣服都嫌弃跟你一起死，真是晦气。楚墨生，你怎么回来了？你这是怎么了？我感应到你没有危险。对不起，我来晚了。哥哥，你怎么那么容易就上当了？所以说，好好的为什么要让自己有软肋呢？连龙珠都没有了，还敢违反圣地禁制跑出来，那滋味应该很疼吧？你们到底把他怎么了？我们把他怎么了？他为了见你，消耗了所有龙神之力，他现在就是条废龙。你说是谁把他害成这样的呢？我们快去苍龙阁，我已经没有了龙珠和龙神之力，我们打不过聂荣臻。以鬼头陀的实力，凤芷楼不死也应该重伤才对，怎么回事？不用看了，你的手下已经灰飞烟灭了。凤芷楼在哪儿？他呀，跟着我大哥当亡命鸳鸯去了。龙长子不是被关押在圣地了吗？我那个大哥，为了救凤芷楼，竟然不要命的冲破了圣地禁制，真是可笑。回去告诉圣地，五经圣女说了，如果迎亲大典上龙长子不来，那么哪位龙子来，哪位就是最后的龙帝。期望越大，失望就会越大。我大哥抛弃了你，你现在应该知道选谁了吧？楚墨商和凤芷楼还没死，你急什么？放心吧，我会找到他们，我会带着礼物去见你，到时候你可别让我失望。我看就是心疼自己妹妹，舍不得自己少城主的位置。我现在过去把李洛给咬死，这样的话大家都省心。混宝，你杀了黎洛，就等于杀了五经圣女。就算她是假的，龙帝也绝不会放过你。哪怕解释黎洛和我母亲的事情，他们也只会当成我们在为凤芷楼和龙长子开脱责任。五经圣女，五经圣女到底是什么？难道那些异界妖魔真的会害怕黎洛这样自私的蛇蝎啊？是啊，混宝，凤芷楼才是真正的五经圣女。那么她与龙族联姻，又代表什么？连龙族和人族都想不明白的问题，你问蛇啊？喂，我是蛇，我咬你一口，你肯定会中毒的。我天生有毒，这可不能怪我。小鱼，都这个时候了，你赶紧出来救救他！小月，真的是你吗？
小鱼当时有多危险啊！要不是我姐姐医术了得，将小鱼救了回来，以假死的方式安排他逃脱城主和黎洛的掌控，你小子现在会有这般美事儿？姐姐什么都安排好了，不知道她自己怎么样了。他们3日之后怎么回来？你现在没了龙珠，岂不是任人鱼肉？放心，我会尽快向父王讨回龙珠。可是你放弃的，但是龙帝之位，你会不会后悔？我追求的从来不是龙帝之位。我现在已经有了以往不敢设想的珍贵宝藏。是我疏忽了，我忘了龙族不需要吃人类五谷，而是靠吸收天地灵气。仔细想来，从我们同房开始，你就已经不思饮食了。我还以为是我自己心情不好，所以没了食欲。我从龙王令的书上看到，自龙子怀胎，他就会一直吸收我体内的养分，直到出生。楚墨裳，你说我这个样子，会不会只能跟你做3年半的短命夫妻？怀孕不是你一个人的事情，天地灵气我会给你，但是这个圣地印记的空间坚持不了多久，孽容者随时可能会摧毁这里，到时我们2个都得死。那怎么办？记住我接下来说的话。那好的，回楚斋，保护好自己和孩子。放心，我会回去找你。商，圣地印记的结界保护不了你多久，没有龙珠的你就是个废物。识相的话，快点出来！我若撕碎圣地印记的空间，你和凤芷楼谁都别想活。我数到3，可就动手了。3。真是心机深沉，善于隐忍。第一次你阳毒失败，第2次利用我与楚墨裳之间的羁绊，引他失去龙珠，也要从圣地回到我身边。你还真把自己当长嫂来教训我，连说话的语气都跟我大哥越来越像了。你如此大动干戈，不就是想借这次机会解决掉我？哼，是，你一日不死，我永远是父王退而求其次的选择。至于他，就更留不得了，竟然还怀有我们龙族的血脉。看来真是又多了个麻烦。拿好护心铃，去楚斋，我会去找你。你务必小心，一定要来找我。楚墨裳，我看你是被情情爱冲昏了头，竟然不要命的拔掉护心铃，你今日死定了！怎么站在外面？你还怀着身孕？走，进屋子里。
我特意托人从五境带回的糕点，吃点甜的，心里就不苦了。真甜。自打和你相识以来，你总是不让人省心，处处惹麻烦，脾气又倔，总是得罪人。你也不要怪我父王，他实在是没有法子了。娶了我这样的人，让夫君费心了，让你在家里受了那么多的委屈，为难你了。好在我能帮你打开慧根，助你午休。娘子聪慧，不喜他人教条，吃了亏长了教训，办事做事也渐渐沉稳。楚墨裳，我知道你肯定发生了什么事情，但是你不要丢下我好不好？我们和孩子还有未来，对吗？等这件事过去，父王就会明白我为何要娶你。至于孩子，品性随你，我自然是放心的。只是要教他不要像我这样板正，总归是太累了。楚墨裳，我不喜欢你说的那些话。你告诉我，你是不是把聂荣芷已经解决掉了？我知道，我现在还在梦里。楚墨裳，你如果没有了龙珠，你就会受制于聂荣芷。他一旦当上了龙帝，他绝对不会允许有你的存在。如果是这样，那也是我技不如人，跟你没有任何关系。芷楼，我们的责任从来不是成为龙帝龙后，我们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去做。我知道，我们一直都是心意相通的。我在来之前也跟婚宝说过同样的话。你要守护家人，甚至凤家庄，但不一定要成为五经圣女。我要守护圣地，也不一定要成为龙帝。我是龙神，万年寿命。我对这世间每一寸土地和生灵都充满情感，守护我所珍视的一切，是我一直在做的事情。可是我会让你的路变得越来越难走。芷楼，你救了我的性命，没有你，我不会解阳毒，也不会活下去。但我娶你，不是为了报恩，是责任，是情不知所起，是本能，是天性的吸引。姐，现在什么情况？混宝，你现在跟我走，少主和凤芷楼他们出事了。走。抱歉，以后你要一个人走下去了。但是我的护心灵会一直保护你。不要，我不要一个人。凤儿小姐，凤儿小姐，凤儿小姐，快醒醒！凤儿小姐，凤儿小姐，发生了什么？我这是怎么了？楚墨裳呢？你晕倒在大门口，是我们将你带到此处。凤儿小姐，你手里拿的是少主的护心灵。楚墨裳，楚墨裳，你醒醒！只是暂时维系住了少主的性命，但他伤得太重，五脏俱损，已丧失意识。没有龙珠为他恢复，
少主很难坚持太久，我们已经束手无策了，怕是无力回天了。什么无力回天？就是医术不精罢了。怎么可能？他是龙族圣地的少主，他怎么可能会死？我们没能保护好少主，我们愧对于你。我怎么就是只鸟？到底发生了什么？少主，回出宅。少主或许已经预见了自己的下场，提前拔了自己仅有的一片护心灵给你，用幻境阻止你发现真相。万年来，少主背负着圣地龙族的生命，他总是一个人辗转各地治灾斩魔，从未抱怨过。为了防止自己陷入险境，少主将自己的逆鳞化作了圣地印记，里面有他一部分的龙神之力。可现在印记莫名到了你的手上，你也感受到了，每当你陷入险境，少主的神力都会保护你。如果龙珠还在少主体内，也许能帮他慢慢恢复圣势。但龙珠被圣主夺走，要挟少主放弃你，与黎洛成婚。没了逆鳞，没了护心灵，少主又与聂荣芷大战，耗尽了最后一丝神力，神魂溃散。如今，就算龙珠回到少主体内，也很难唤醒他。他只剩下一副躯壳了。你怎么样？我不重要，重要的是，少主如今身负重伤，若是聂荣芷成为龙帝，圣地和长街会怎么样？楚墨伤，我从来都不知道，你给我的圣地印记、玉佩、护心灵是如此的珍贵。原来，他们就是你生命中的一部分。我不管你什么时候消散，我不管要付出多么大的代价，我都要把它们慢慢拼起来。我一定要你恢复如初。少主的神魂，少主的神魂寄宿在护心灵上，怪不得我刚才做了一个很长很长的梦，我梦到他好端端的在我的面前，那也不是完全的梦，是他的神魂一直都陪着我。龙族此生只会将护心灵交给最爱的人，因为护心灵下面是龙珠，保护龙珠就是保护自己的生命。少主将护心灵交给你，是他的选择，他一定觉得你比他的生命还要重要。我想少主无怨无悔。即便是把护心灵还给少主肉身，没有龙珠护体来恢复龙神之力，他的生依旧是无力回天。龙珠可以救他，你们立刻回圣地。万万不可！少主是宁愿放弃龙珠龙帝之位来到你身边。飞远、白鹿，我凤翅龙再次请求二位立刻回到圣地，禀报龙帝，楚墨伤之所以要坚持与我在一起，是因为我已怀有龙子。若我只是人族普通女子，3年之后，我将龙子产下，我必定无法活下去。
无论他们相信与否，我就是五经圣女的血脉。龙子，这是上天的恩赐，龙族和龙族的联姻都很难再降生龙子。我一定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混宝在外边，给您做了隐身结界。您如果要出去，请务必小心。你们快去快回，我在这里等着你们。我们定将龙珠带回。楚墨裳，你说圣地的人会相信我们吗？芷楼，你现在见到的是我的神魂，护心林里有我的神魂碎片，我才能幻化出来。但是，我也只能陪你片刻。楚墨裳，你为我做的一切，我都知道了。你怎么那么傻？你把所有珍贵的东西，你都给了我。自我降生以来，我耳边就只有一个声音：作为龙族太子、圣地少主、龙帝继承人，我必须要变得更强大。只有我变得无比强大，我才能守护圣地和长界。这也成了刻在我骨血里的使命。为此，我从来没有抱怨过、抛弃过、质疑过，直到遇见你。说来也可笑，在人们心中高高在上、无所不能的龙神大人，也是一个会被亲人背刺、会被阳毒折磨、会让父亲失望的可怜虫。但也正是这些软弱痛苦的时刻，让我感受到我真实的活着。谢谢你，芷楼，是你让我知道我可以守护天下，但唯独守护不了自己。我一点都不后悔，我做的所有事情都是为了护你安危，带上孩子，好好过自己的生活。如果我们两个只能活下来一个，我希望是你。这也是为什么我把护心林留给了你。这样看自己，还真是有点奇怪。就算只有一丝希望，我也不会放弃。想点开心的事情吧。我计划着把一切事情都解决完以后，我们就一起回到凤家庄。如果你想把孩子带回圣地，你不要对他太过严厉。我还是希望他能像你一样，在凤家庄自由野蛮的生长。比起龙子，我更希望是龙女。我相信你一定会在圣地让他开出不一样的花。楚墨裳，你说龙死以后会变成什么？龙死了以后，一切都会反驳天地。人族的生命短暂，到最后是黄土一跑。其实我们都是一样的，在不远的将来，我们会在很近很近的地方再次相遇。你说呢？
字句斟酌心间，问如今好吗？一别后12年，只剩下牵挂。海誓山盟，等待中崩塌。小小年纪竟有如此手法，你真是个了不起的姑娘。小玉医术师承储医馆，可以配得上司药局长室的位置。我记得五京城有此技艺的，也就只有储医馆了。他是个老顽固，只说要把他的医术传给他认可的弟子。他果然没有看错人。我想芷楼了，我想这样每天抱着他。下次见面，你就可以这样抱着他了。小鱼，时辰快到了，我们该走了。最近一直没有听到芷楼来，你们告诉我，他是不是遇到什么危险了？月姨，芷楼与龙长子情投意合，但因我妹妹黎落与他有婚约在前，龙长子为了跟芷楼在一起，放弃了龙神之力和龙珠，最近又惨遭暗害，现在我们也在等他们回来。你们知道黎落为何能成为五京圣女了？我和芷楼就是五京圣女的后代，凤家庄是五京圣女的故乡。奈何你母亲从中万般谋算，芷楼与龙族少主能在凤家庄结缘，一切都是命中注定，他们是天作之合。对不起，月姨。不怪你，月姨没事。芷楼与龙族少主之间，万般皆是命数，所有的考验都是必将经历的劫难，只有渡劫，才能重获新生。上古龙神和五京圣女才能庇佑他们。以前我是被母亲的身份迷了心，瞎了眼。我怎么可能会有黎落那样的女儿？给小鱼添麻烦了。小鱼，你愿意照顾我，我心里十分感动。虽然我看不清你，但我能感受到你一直在我身边。谢谢你，出现在我的生命里。少主的气息越来越弱了，我看到他们又进了苍龙阁。少主若是神陨在苍龙阁，姐姐没有了龙神之力，将会被困在苍龙阁之中，再也出不来了。怎么办啊？来不及了，来不及了！混宝，你别慌，龙王令上有记载，上古时期五京圣女遇到生命危险时，人们将圣女传送回来的办法。龙王令的书能将五京圣女传送到五京城任何一处的圣女祭坛。这么说，我们可以将姐姐和少主召唤回来。五京城的圣女祭坛就在战神殿，你跟小鱼拿着我的腰牌和书，趁无人再去。放心，我会拖住黎落和我母亲他们。走吧。混账！如果我喝这些没用的补药管用，我用得着喝月娘的血吗？月娘呢？凤芷楼呢？人都抓到了吗？他和圣地少主
现在在城外，明天之前绝对不可能回来。事情没发生之前，谁都不可能说绝对2个字。如果凤芷楼回来了呢？龙长子没回来呢？龙长子回来了，他会心甘情愿带你去圣地？到底是我的好母亲，你都能想到的，我会想不到。回来！你到底是怎么想的？我想什么，跟你没有关系了。至于这药这么金贵，之所以给你喝，只是不想让你死在我去圣地之前。你回来！你瞧，即便你取得了前往圣地的资格，在别人眼中，你还是被楚墨商给抛弃了。他为了凤芷楼，还是不要命的回来了。为什么？为什么楚墨商到死都不愿意选我？你看，这是什么？你把他杀了？这是我的礼物，五经圣女只能是我的妻子。好啊，等我成了龙后，我要杀了凤芷楼，灭了凤家村，谁都不能阻止我。再加个楚墨商就更好了。无论是龙帝之位，还是五经圣女，都是我的，也只能属于我。因为只有胜利者才有权利写下战功。你说的对，我们果然是一类人。雷燕这个时候还是管用的，幸亏有他的腰牌开路。烽火雷电，气急如风，动如雷霆，五经圣女感应无知召唤，速现！我就说龙王丽是骗子，说的都是骗人的。要是姐姐和少主出事了，我先把那2个恶婆娘给吃了。烽火雷电，气急如风，动如雷霆，五经圣女感应无知召唤，速现！姐姐，你没事吧？我刚看到姐姐的影子了，现在咱们该怎么办啊？风儿小姐，我们带着圣地的黑白圣使来了。姐姐又别说了，神去哪儿了？神去哪儿了？按照你们所说，如此重伤的龙长子，即便将龙珠归还，恐怕也难以恢复了。你个老东西，你在胡说八道些什么？少主没有龙珠没法恢复，他怎么可能会死？他怎么可能会死啊？少主逆鳞化作圣地印记，他人无法触碰。帮少主防御治愈者被攻击的伤害，但圣地印记到了凤芷楼手中便无法取下。少主又不愿杀凤芷楼，只能以龙珠治愈伤害。少主如今神魂在护心林内，但还在凤芷楼手中。现在他没了踪影，如何疗愈？在失去护心林那刻，少主怕是早已存了必死之心，没想着自己龙珠能回来。够了！你们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？少主都快要死了，
我们如何对得起少主和凤儿小姐的嘱托？这就是你们想要的结果。我们想要的是保住圣地和长界，不让魔族入侵。既然已成定局，我们现在最重要的是将五经圣女战袍送到五经城，尽快完成五经圣女与龙族的联姻。只是联姻的龙子只能换人了。那少主的龙珠留下来也是无用，还是带回去交给龙帝吧。你们在圣地高高在上活了万年，不是冷心冷面，而是没有心。龙珠必须留下，龙珠必须留下。如果少主殒命反噬天地，我和白鹿会把龙珠带回圣地。现在哪怕有一丝生机，谁都不能把龙珠带走。飞燕，你不要命了！把龙珠留下！飞燕。龙珠可以留下。既然你们愿意等待神迹，那就在此处等候吧。记住，不要忘记你们的使命。圣地与五经联姻大事，你们两人必须回来帮忙一起操持。飞燕，少主真的没救了。不，一定有办法。我们从进门就没有见过风之楼，他不会轻易带少主离开。如果有一线生机，我们就不能放弃。飞燕，你最近真是意外的可靠。少主平时那么可靠，我迷糊一点也很正常。以后换我来保护你。圣主，带我们去查看少主的情况时，一切都已经太迟了。少主回天乏术啊！来，我的长子，父王，龙族的继承者，若圣地结界崩坏，你需到长界找到龙王令，迎娶五经圣女的后人为龙后，才能修复结界，拯救龙族与人族啊！必不辱使命。伤这孩子生来背负太多，但从未跟我要过什么，只是在迎娶五经圣女这件事情上第一次忤逆了我，所以我才取出她的龙珠作为惩戒，但我从未放弃过她，因为她是我心中最合适的龙帝人选。圣主，大错已经酿成，我们该为接下来的事情做准备。你们带着五经圣女的战衣前往五经城，只说龙族将换次子来联姻，待迎亲五经圣女到圣地，我会将龙帝的位置传给旨，让他们成为新任的龙帝和龙后。结界崩坏越发严重，你这是又去了何处？真是难得，父王竟然开始关心我的去处了。哎呀，你知不知道你哥哥即将神陨？难道你没有半点愧疚吗？愧疚？我为什么要愧疚？明明是哥哥放弃了龙帝之位，是他不务正业，昏庸懦弱，而你呢，父王？你冷酷无情，夺走了哥哥的龙珠，难道你就不知道龙珠对我们龙族的重要性吗？
你与哥哥造成的这一切，你们都不愧疚，为什么我要愧疚？你这个孽畜，竟然如此冷漠！冷漠？冷漠不好吗？身为龙族，肩负重任，就应该摒弃那些无用的性情。父王，平日里你满心满眼都是哥哥，哪怕他一次又一次的忤逆你，你都不在乎。而我呢？我永远站在你的身边，你从来都没有正眼瞧过我一次。放肆！怎可如此态度？我与父王讲话，你插什么嘴？我告诉你们，现在整个龙族的重任都交到了我的手上，只有我才能成为龙帝，只有我才能迎娶五金圣女。上经历过的事、做过的事，你没经历过，你未必做得到。父王，你还有得选吗？我就是你的唯一，你没得选。对，这一切竟然是我一个人造成的。收拾一下你这不成体统的样子，去五京城战神殿吧。聂荣芷必不负重托。这里是五京战神殿，我们怎么会来这里？在凤家庄，你是一个人，现在有很多人在等着你，你就是他们选出来的五星圣女。即使有人可以事先伪装成圣女，却也无法被龙王令的古籍召唤。原来龙王令上早就记载了如何验证真正的五星圣女。这是什么？上古龙神和五星圣女。楚墨伤，若这是最后的时光，我希望未来想到此刻，不会留有任何遗憾。我既有缘被我的同伴召唤回来，我凤芷楼在上古龙神与五京圣女的见证下，在此立下誓言。我与楚墨伤，无论他未来是生是死，我与他生死相依，荣辱与共，此之不渝。我龙族楚墨伤向上古龙神和五京圣女起誓，此生守护凤芷楼，不分你我，彼此尊重，矢志不渝，生死与共。手握着你给的滚烫的那一份信仰，凝着眼泪为着梦，指着生命里的。这是怎么回事？楚墨伤，你回来了。是上古龙神把他的龙神之力传给了我。原来上古龙神与五京圣女都知道，我们之间早已不需要任何契约。刚才发生了什么？是少主的记性，他一定想到自救的办法了。异界魔族，休想伤我同类！如果可以，我真的很想和你一样，再活千年万年，共同守护这片土地，守护我们所珍视的一切。人族寿命有限，
但我们子子孙孙会替我们守护长界和圣地，守护天下苍生。所有龙族听令，圣地与长界再遇劫难，龙族唯有找到如五经圣女这般品性的人族，彼此信任，并肩作战，方能度过天下苍生之劫。原来上古龙神和最初的五经圣女，不仅是战友、挚友，还是爱人。所以上古龙神与五经圣女之间，不仅仅是联姻，才可以拯救苍生。所以芷楼，你就是我真正的五经圣女，是你让我找到了龙族真正的龙王令。李烨，姐姐被我们召唤而来，可我们被挡在门外，姐姐还在里面。看来我们只能在此处拖延时间了。哟，今天刮的是什么风？一向看不上眼的少城主，竟然也会主动在战神殿外等候。你要去圣地了，当哥哥的，自是要送你一程。这就对了，识时务者为俊杰。等我嫁去了圣地，少不了照顾五京城，到时候你还得靠着我。你还没有成为龙后，母亲就被你关在长生殿不得见人，我们怎么指望黎洛郡主那点亲情？母亲不想出来，是因为她自己不愿见人。是，这么重要的场合她都不肯露面，要强一辈子的她，为了你到圣地，真是用心良苦。难不成你还想拦着我去见圣地的人？你别忘了，少城主，你现在没资格管。说的好像你有资格一样。我是五经圣女，我看今天谁敢拦我佳敏。来人！凤芷楼，你们怎么在这里？那你觉得我们应该在哪？哼，也是，你们的死活和我有什么关系？今日聂荣芷就要给我送来五经圣女的战袍，为我加冕。龙次子旨，为五经圣女黎洛送来战袍。凤芷楼，哥哥，你不会以为现在出现在这里能改变些什么吧？你就这么怕出现什么意外吗？哥哥真是每次出现都让人意外惊喜啊！恭喜少主平安度过生死大关，真是太好了！圣主在圣地知道的话，定会欣慰不已。少主，我等原是奉龙帝圣主之命，将战神金丝锦袍送到五京，明日举行迎亲大典，让龙次子芷迎黎洛郡主到圣地。你竟然今日平安归来，那么这迎亲之人，白衣圣使，现在与五经圣女联姻的人是我，难不成你想擅自做主，换人不成？和五经圣女联姻的人始终都是龙长子，换做你的原因，不正是因为龙长子出事了吗？好，好，我想你们误会了什么。我说过，我不会去黎洛，也会阻止圣地和黎洛郡主联姻。我来这里不是为了跟聂荣芷抢什么东西，而是因为我已经知道了龙王令真正的意义。龙族和五经圣女，并不是要靠联姻才能拯救圣地崩坏。少主，你有什么事情
可以回圣地跟圣主说，有关迎娶五经圣女的事情，我们必须今日给五经一个交代。这就是五经圣女天下独一无二的战袍，请五经城妥善收好。五经圣女独一无二的战袍，那么如果冒牌货穿上，又会如何？哼，区区战袍而已，还能改变我五经圣女的事实？传令下去，重兵看守五经圣女的战袍，任何闲杂人等不可入内，不得有任何闪失。遵命。五经圣女战袍交接完毕，静候明日大典。我们在圣地静候您归来。姐姐，少主，你怎么样了？姐姐，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，姐姐。我们都没事，好啦。芷楼，你没事我们就放心了，过不了多久就可以拨开云雾见青天了。嗯。少城主费心了，我的妻子我会照顾好的。少主，你误会了，我对芷楼一直都是钦佩之情。是的，少主。你哥哥好像并不支持你嫁去圣地啊，说不定明天联合凤芷楼大义灭亲，毁了你的迎亲大典。你没资格说我，你不是说把楚墨商给杀了吗？他现在怎么完好无损的回来了？你在玩我呢？回来又怎么样？难道能取消掉你我的婚约？现在圣地没有人可以左右我，倒是你，若是明天敢给我出差错，我绝不心慈手软。郡主，既然你已经选择了龙子止，就必须跟他统一战线。我们现在唯有阻止少城主和凤芷楼他们破坏迎亲大典。至于龙子商，龙子止定会解决，我们无从干涉，也无力干涉。杀了，杀了，全部都给我杀了！哎呀，郡主啊，稍安勿躁啊，莫要自乱了阵脚啊！你也给我闭嘴！锈迹斑驳的剑刺破了晚霞。就送你到这儿，我会很快从圣地回来的。放心，这次没人再能伤我。往事浮沉，醉了一刹那，梦中梦见远去的他。如果瞬息颠倒，日月都阴哑，风乍起抖落一束飞花。你眼眸的方寸倒映着谁的芳华？如果变幻莫测，不辨真与假，相思会在我眉间刻画。抓不住的流沙，你转身奔赴天涯。万事小心，我等你回来。商，你平安回来就是为了和我说你亲眼见到了龙王令的真相，而
而凤芷楼才是真正的五经圣女。难道这些还不够吗？凤芷楼到底对你使用了什么妖术，让你心甘情愿配合他演戏假死，博得父王的原谅，让父王同意你们的婚事？我办事从来光明磊落，不屑于使用什么阴谋诡计。父王连这都不再相信，我们只管见证真相。好，但你说凤芷楼是五经圣女，那为什么圣地结界还在崩坏呢？你不要胡搅蛮缠。龙王令的意义从来不是靠一场联姻就可以拯救圣地结界。你这样排斥我和凤芷楼，是怕在迎亲大典上，上古龙神不认可你吗？上古龙神不认可我，还是你们不认可？黎洛郡主已经验证为五经圣女，她选择了我，同样是拯救圣地，那为什么偏偏我就不行？你已经选择了凤芷楼，放弃了龙帝之位，到底是谁在胡搅蛮缠？既然如此，明日在五京城战神殿的迎亲大典上，黎洛与芷的迎亲仪式照样进行。我同意你和凤芷楼的婚事，但不要打扰龙王令的完成。好，但我要求明日我和芷楼到场观礼。随时欢迎。父王，我只是想让你知道，我愿意妥协，不是为了和芷楼在一起。我们两个的事情，从来都是自己的选择。终有一天你会明白，圣地会为自己的愚昧和自负付出代价。少城主，你真的已经决定要在明日的迎亲大典上揭发黎洛和李月的诡计吗？明日我会以城主的身份出席迎亲大典，向母亲、圣地、全天下交出我的母亲黎洛以及我的罪己诏。可是罪己诏也会让你失去一切。我已经拥有最珍贵的东西了，等这一切结束，城主之位就会回到你身上。芷楼，我们能拥有你这样的圣女，就算有魔族入侵，各族也会在你的带领下达到真正意义上的团结。我从小在凤家庄，只是个人人喊打的废物，从未想过什么五经圣女、城主。我从小的梦想就是来到五京城，早日出人头地。可是当我真正站在这里时，我才发现，这一切对我来说都是虚无。我现在已经找到了真正的意义，与爱人并肩作战，守护天下苍生，才是我唯一祈愿，与我身份无关。五京城能有你这样深明大义、爱民如子的城主，才是最正确的。姐姐，不好了，我们在私药局没有找到月娘。燕儿，你是来看我的吗？母亲，请你将城主之位和乐仪交给我。关于凤芷楼母女身份的事情，我已经拟好罪己诏，明日会公之于众。你不要再挣扎了。我的儿，我们都不是五经圣女血脉，就应该把位置还给凤芷楼和月娘吗？难道不该吗？我们孤儿寡母，如何一步步走到如今，你是再清楚不过。这些本来就属于我们，他们凭什么想坐享其成？母亲，分明是你抢走了别人的一切。李烨，我是你娘，我给了你一切，包括你现在少城主的身份。我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重新开始。五京百姓认可的，从来都不是一个拥有五经圣女血脉的城主，他们只是畏惧，他们更需要一个给他们带来更好生活的城主。母亲，杀了这个逆子，你若今天不杀他，明天他就会杀我们的。来人，将黎洛郡主给我拿下！李烨，你个混蛋，
给我把黎洛郡主放了，她是五经圣女，即便你们明天把罪状公布出去，也没人敢相信。我是下任城主，这些兵都听我的。母亲您老了，该休息了。但黎洛做错了事，伤了人，我关他合情合理。把他给我押回去，没有我的允许，谁都不能放他出来。是。走。李艳，黎洛是你妹妹，她是五经圣女，你不能这么对她。李艳。就算你不说，我也能找到我娘。你以为这样就会让我屈服吗？来找你的人不是我。黎洛，你知道的，我真的会大义灭亲。说吧，你们把月姨藏哪儿了？哥哥，我从小就被告知一定要成为龙后，我现在马上就要成功了，为什么？为什么是你？难道从小到大，你对我的宠爱都是假的吗？你妹妹就是用这样的声音，当初骗过我娘的吗？凤芝楼，你总是这么自私。我原本不相信。小时候，我总抱着你对母亲说，我的妹妹将来会成为五经最棒的圣女。你联合外人对付我，凤芷楼不过就是用了美人计，让楚小玉到你身边勾引你，你就被离间了。你听着他们的话，自毁前程，养坏我的好事吗？只可惜，你长大了，也变了。你变得容不得别人说你，变得只会指责别人。所有人都有错，唯独你没有。就连我这个你曾经最喜欢的哥哥，你也看不到半分的好了。为了成为五经圣女，我明明都已经那么努力了，你们为什么还要抢走我这辈子唯一的目标？这就是我唯一要做的事情。我们走吧。他说不出任何关于我娘的事情。不出1个时辰，我就会从这里走出去。凤芷楼，你给我等着！你娘是我娘的手下败将，你也会是。你嫁给楚墨商又如何？我才是最后的龙后。龙后，五经圣女，这样的词从你的嘴里说出来，还真是可笑。你若是将希望寄托于他人身上，那你被蹬掉的那一天，你将什么都不是。走吧。李月，你到底把我娘藏哪儿了？哼，这就是五经圣女求人的态度。哦，不对，你现在还不是五经圣女，我的女儿才是。李艳还是心太软，如果我是她，决定站在你这边的时候，就会第一时间杀了我和黎洛。我只要带着我娘离开五经城，所有的一切，包括圣地，我都不在乎。说得轻巧，我怎么相信你这些鬼话？你想让我怎么做？凤芷楼，你现在和龙长子是夫妻，我杀不了你，但我掌握着月娘凤家庄，你也杀不了我。我只需要你证明自己不是五经圣女血脉，就一切迎刃而解。五经圣女从来不是血脉这么简单。验血没那么简单，为什么圣地要验血？为什么你娘的血会让我青春永驻？那是上天对五经圣女曾经贡献的恩赐，福泽到她的子孙。算了，我不听你给我讲这些大道理。
我只需要你听我的，接受不接受我的条件。你有本事杀了鬼头陀，应该已经到五经圣女的战神体了吧？是又如何？凤芷楼，你有没有想过，你为什么能平安活到18岁？是我爹和凤家庄的保护。因为他们让你当了18年实实在在的废物，所以我在五京城从没在意过你。拜月，这是一颗魔族丹药，专门克制长戒午休之人的慧根。我要你再次变为废物，保证黎洛顺利当上龙后，我自然会放了你娘。天下苍生，还是我至亲，一定要牺牲一边，就没有两全的结局吗？你们看，谁回来了？姐姐，这是少城主。是我，月夜，你的眼睛。城主有令，为保证迎亲大典顺利进行，重兵把守五京城。姐姐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？我答应你，但我要先见到我娘。你比你娘聪明多了，我喜欢和聪明人说话。来人，把月娘带上来。芷楼，娘，凤芷楼，别忘了，还有整个凤家庄的人命在我手上。即便你再厌恶曾经的族人，作为圣女后代，也不能看着无辜百姓惨死吧？芷楼，你别信他们。别吃啊，芷楼，芷楼！芷楼！芷楼，娘，娘，芷楼，娘，你没事就好。你的眼睛是，你比我想象的还要美丽。是娘拖累了你，让你受苦了。娘，不哭，以后的日子都会越来越甜。我一定会带你离开五京城，我们一起回到凤家庄。娘现在虽然没有什么武修，帮不了你，但是你要相信，上过龙神和五京圣女不会放过每一个贪婪的人。你有没有想过，黎洛到了圣地后，也要肩负起圣地的一切，包括龙后的职责？我们是人，不是神明，他办不到也是合理。可是他享受着人们给神明的供奉，就要尽到他该尽的责任，凡事都要有代价。走。
姐姐，你没有慧根了。凤芷楼，你的条件我和城主都已满足，希望你能信守承诺。至于少城主，城主说他明日无法出席迎亲大典，劳烦您代为送亲。为防止你再做出什么奇怪的举动，请随我走吧。放心，我会保护好自己，不然将来怎么守护武京和你？让你们给本郡主梳个头，梳得我疼死了。选的胭脂又粗又糙，想死是吗？滚！黎洛郡主的脾气还是这么暴躁。所以我才是独一无二的，不是吗？你可悠着点儿，圣帝可不喜欢这样的王后。我才是武京圣女，由不得他们喜不喜欢。我听说今天武京城发生了一些不好的事情，如果你们明天敢坏了我的大事，我绝不轻饶。芷，如果我不是圣女，你还会迎娶我吗？就算你不是圣女，你也要给我披着圣女的皮，直到我成为龙帝为止。我们之间不谈感情，只有交易。哥哥，你看见了吗？今日我就要迎娶武京圣女了。你自己选的妻子，不要后悔。后悔？千年来，人们只会记得龙帝，谁还会在乎龙帝的妻子是谁呀？我不像你心怀天下，我只知道，今日你错过了龙帝之位。等你理清了你妻子的真实身份，再来和我说吧。哥哥，今天是我有生以来最美的时刻，只可惜你已经看不见了。幸亏我看不见，我幻想的妹妹出嫁时，从来都不是如此场面。那还真是委屈了你呢，要陪我在这长界走完最后一段路了。等等，人还没到齐呢，着什么急？来做什么？凤芷楼，你竟出尔反尔！我来参加迎亲大典，有什么不可以的？我们现在去战神殿，向世人说明一切。哥哥，我本不想说出你的谋逆之举的，但你实在是太过分了。这是城主，是城主了。凤芷楼，来到武京城，迷惑我儿李艳，他俩联手给我下毒，导致我变得如此人不人、鬼不鬼的样子。不曾想，他们如今竟然想要混淆武京圣女血脉，成全龙长子与寻常女子的男欢女爱，放弃我们长界和圣地。难道就因为凤芷楼嫁了龙长子，我就应该心甘情愿地把龙后之位让给他吗？母亲，今天就借着圣地龙族到场，我一定为你讨回公道。今天是黎洛郡主的大婚之日，
我绝不允许任何人、任何事打扰到他。来人，给我把凤芷楼和李艳捉拿到地牢，待迎亲大典结束再审问。你们母女两个怎么不去五经说书啊？快呀，抓起来呀！母亲，郡主，咱们还是赶紧进去吧，别误了迎亲大典的吉时。黎洛不是五经圣女血脉。你看看李月那个样子，什么样的人才会变成这样？血毒之症，看来是饮了禁忌之血，遭到了神力的反噬。命不久矣啊！此乃李月和黎洛的所犯罪证，以及我的罪己诏，请龙子查阅。大胆五经圣女，连我们都敢骗！不，我是真的五经圣女，我没有骗你的。我的罪己诏，句句属实。放心吧，死不了。聂荣芷，你到底还要错到什么时候？我的事情不需要你来管。起来吧，瞧把你吓的！在盛世来之前，迎亲大典不得出差错，去整理一下吧。聂荣芷，这就是你的选择？不然呢？你和凤芷楼结为夫妻，也没见得圣帝变好吗？难道要告诉父王，是龙王令骗了我们？不是龙王令骗了我们，是从头到尾就理解错了龙王令真正的含义。这将死之人，还能带走五经圣女，值了！魔族血刃的伤口是不会愈合的。凤芷楼又吃了魔药，没有无效，现在必死无疑了。哥哥，你不会真以为我不知道李洛是冒牌货吧？今天发生这么多事，可真是有趣。不过，龙帝之位现在是我的了。楚墨生，我要死了，对不对？我不会让你有事的。楚墨生，我疼，我好疼。我在你身边呢，你能熬过去的，对不对？一定会熬过去的。
我受伤的时候对我图谋不轨，占我便宜。任谁看见我们两个，都会觉得是你觊觎我，想占我便宜。你是男的，是雄性，雄性也是男的。男人在外面就是要自尊自爱，不做烂白菜。那你有病！错过，却化泪两行。仰望力量，倔强生长，只为一生。我还有个更重要的问题，你们的龙族太子平时都会斩妖除魔，我以后有没有机会可以跟他一起并肩作战？这可是我从小到大最大的梦想。我跟你发誓啊，在印记取下来还给你之前，我保证跟你寸步不离的。人生若一次，不足爱荡气回响。只愿你能给我一生回响。五京城不过就是比凤家庄更大的一个凤家庄而已，大不了我就跟他们拼命。你和五京城城主的女儿早有婚约在身，就此划清界限，互不干扰，各负使命才是正途。若是我不愿意呢？主上，你肯定发生了什么事情，你不要丢下我好不好？万事小心，我等你回来。拼过，伤过，痛过，忍过，心或醉到爽。仰望力量，倔强生长，只为一生无望。手握着你给的滚烫的那一份信仰，执着生命里的伤，那是我心中的狂。人生就一次，我要我爱的坦荡，也要年岁世俗中生情和狂。一切很快就会过去了。吉时已到，神殿行礼。龙王令分明谕示，如今圣女与龙帝大婚之日，羽冠会自动变成龙后发誓，美艳绝伦。为什么我在她身上看不到一点儿圣女的迹象？再等等看。从出生起，我的身上就流淌着五京圣女的血脉。上次圣帝已经验证过了，如果你们不愿相信，那我今天就以死明志。你听着，没人能够质疑你。莫要胡来，这里无人不承认你们的身份。仪式继续。五京圣女，开启龙王令。五京圣女，开启龙王令。我们携手同行，共同开启龙帝龙后的宝座。
不是邀请我们夫妻参加婚礼，怎么自己先开始了？少主，吉时已到，而且圣地那边已经……既然如此，就请少主和少夫人就位观礼。芷楼刚刚被城主李月杀死了，他才是真正的武境圣女。哥哥，你在胡言乱语些什么？你不能因为凤轾楼死了，就见不得我好吧？这战神殿是上古龙神和五经圣女灵魂安息之处，若是你们触怒他们，可能会给圣地和长界带来更多灾难。少主，少夫人的事情我们同样很遗憾，不如少主先回圣地如何？不爱。既然哥哥想看，那就让他看。我相信龙神大人的选择。完成龙王令，新任龙帝可以继承上古龙帝的龙珠修为，维护圣地结界，庇护我们圣地子民。好了好了，是啊是啊。让我成为龙后吧。以我的血不能得上古龙神的认可，生命之树，生命之树！是，你们看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少主，少主，我们得想办法平息龙神怒火。害死了真正的五经圣，触怒龙神殿无忌坛，现在让我想办法。少主，现在不要纠结凤轾楼的死。这是浴火凤凰，死而复生。数落花随流云，数呼叫去无踪。用心越于旷野，沉江的好匆匆。这是成婚第一天，你送我的信物。融化在烟霞中。只有真正的五经圣女，才能激发火凤玉佩死而复生的功效。只是你确实死了一次，也确实会很疼。但你成功了。你要是再不出现，我以为我真的要失去你了。发丝朦胧，如忽闪的念头，说翻涌就翻涌，那些萍水相逢不爱，人去楼空，你谁没有？一切很快就会过去。这一场海沙。青丝一缕红毛，成一座孤岛。
是浮现是我的错，让你担心了。我欠你一次。我们该送上龙子旨和假圣女黎洛最诚挚的新婚贺礼了。我是五经圣女，我从生下来就是。大胆黎洛！来人，把他给我逐出战神殿！我才是真圣女，你这个龙次子，凭什么这么对我？放开！此事你必须回圣地，给龙帝一个交代。少夫人是极阴之体，还能通过龙珠提升战神体质，种种一切都验证你才是真正的五经圣女。请您随我们回圣地吧。天要下雨了，知道打伞了。两位圣使，还是请回吧。我与楚墨商早已成婚，可圣地的崩坏，不还在持续吗？少主，我们还是速速回圣地吧。他说的没错，龙王令说的联姻并不能拯救我们圣地。我等你回来。商，你说的没错，与五经圣女联姻，并不能拯救圣地的这场浩劫。我们都错了，我们都错了。圣地要完了吗？圣地要完了吗？圣主，龙次子一直都知道黎洛不是五经圣女，该如何处罚？龙族犯错，从来都不只是简单的说教。有黑白圣使在，我想他们会做出最公正的处决。成王败寇，愿赌服输，我没什么好说的。龙子旨触怒上古龙神，罪不可恕，受抽筋剔骨之刑，周而复始，直至得到上古龙神的原谅。父王，哪怕到最后一刻，你都不在乎我，我会让你知道，你会为你今日的决定后悔的。娘，志龙，恭喜五经圣女夺回了属于自己的一切。可是，如果是搞错了，我不是什么五经圣女呢？姐姐，即便你不是他们的五经圣女，在我们心中也一直是五经圣女。五经圣女的加冕从来不需要向世人证明什么，只需要世人认同。我们的龙后，在我心中世间无人能比，天下第一好。志龙，五经圣女，你当之无愧。方知老，谁让你穿我的战袍？你个贱人，杀你也杀不死，躲你又躲不掉，现在还敢穿着我的战袍？我才是五经圣女，我才是未来的龙后，我才是。是血毒之症爆发了。我的头发，我的脸，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会这样？这就是现世宝。我不要，我不要，我不要成为我娘那个样子，我不要，娘，你救救我！他为了成为龙后，连他母亲的最后一面都没见到。圣地，我要去圣地，我不能就这么死了。志龙，去吧。
你要做什么？少主要以身献祭，将生命力传给生命之树，来守护圣地结界。拯救圣地，从来都是我们圣地子民自己的责任。少主不够，还有我们。这才是龙帝和无尽圣女的力量啊！是啊，好啊，太好了，是啊。夫君，帮我抓一服药。简直就是神迹！城主竟然能再次看到，将死药局对我们百姓开放，有点不舒服。这算什么？城主夫人得到龙神的庇佑，连自己的哑病都治好了。对呀，这是神迹，神迹呀！小月，这个这么快就忘了？昨天刚告诉你的。这个是茯苓，这个是党参。拜托，你靠谱点儿，这么重要的场合，你还比不上混宝呢。混宝能跟我比吗？别看他就是一个蛟龙，那我也是他上级。我可是要成为跟圣主一样威风的蛟龙。你在我眼里就是个臭蛟，你个臭鸟，幼稚，幼稚。荒草中，萤火虫的小奏，如柳叶枝晚风，拨乱发丝朦胧，如狐仙的念。恭迎龙帝龙后，回归圣地。恭迎龙帝龙后，回归圣地。恭迎龙帝龙后，回归圣地。海峡，青丝一缕红毛，成一座孤岛。是浮现那一秒，绕不开，戒不掉。留我在回忆里微不足道。参见城主，参见城主，参见城主。因生命之树枯萎的缘故，异界不少魔族入侵到长街各族。那我们现在还等什么？